没有暖气的欧洲到底有多冷呢？在全球气候恶化的大环境中，极端天气已逐渐形成常态化。专家认为，极热之后必定会迎来极寒天。这不，一场巨大的寒流即将跨过西伯利亚平原，逐渐向欧洲地区逼近。然而，冷空气还没到来，欧洲就已经深陷能源危机，处境异常艰难。仅仅一个夏天，整个欧洲的电费就翻了10倍之多。如英国一度电 0.65 欧元，意大利 0.5 欧元，德国 0.45 欧元，并且价格还在持续上涨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欧洲人舍得花钱，但整个欧洲已经到了无电可用的地步了。既然电力紧张，过冬不是还有天然气吗？事实上，出于环保和稳定性，目前欧洲大部分电力来源主要是通过天然气来发电，而天然气的供应几乎全部都来自俄罗斯。随着欧盟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，原本只是减量的北溪1号管道，最后也彻底被掐断了。所以欧洲的能源问题仍然在持续发酵。那么，没有天然气的欧洲到底有多冷呢？正常情况下，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欧洲，大部分地区都不会很冷，相较于我国同纬度的地区，甚至还要暖和一些。比如南欧和西欧，冬季平均温度只有5摄氏度，中欧在-5摄氏度左右，而东欧、北欧则是-5至8摄氏度左右。所以，即便出现极寒天气，最冷时也不过-10摄氏度左右。这样的温度放在我国南方，稍微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不过，对于摄入碱南的欧洲人而言，这种温度已经可以用天寒地冻来形容了。要知道，哪怕是较暖和的南欧和西欧国家，也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暖气，并且他们会从入冬一直开放到春尾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冬天，欧洲各国注定会非常的艰难。为了能顺利熬过这个寒冬，欧洲各国只有想方设法的节约能源，比如德国全面限制公共场所用电供暖，法国提前关闭埃菲尔铁塔夜间灯光，西班牙限制供暖温度不得超过19摄氏度，意大利禁止户外灯箱广告亮灯等。当然，受苦的还是欧洲普通老百姓。能源价格一路飙升，百姓本就苦不堪言，现在又到了无气可用的地步。民众们被迫只能大量砍伐木材，囤积木柴，抢购柴火炉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冷冬做好准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欧洲森林广阔，但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用上廉价的柴火。于是细心的欧洲人发现了能取代暖气的御寒神器，那就是来自中国的取暖设备——电暖器、电热毯和空气源热泵等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能耗也相对较低。就这样，仅仅3个多月，中国取暖电器对欧盟的出口量几乎翻了2倍之多。不过，相较于民用，能源危机对欧洲的整个工业体系造成的冲击才是更可怕的。不论是造纸、纺织、玻璃、日化用品产业，还是工业用的有色金属、大型机械、石油化工等制造业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众多工厂将不得不选择停工停产，而工厂的停工则直接影响了欧洲的经济。有趣的是，面对能源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，欧洲各国企业不得不将投资重心转移。而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完整产业链和能源持续稳定的中国，无疑是众多欧洲企业最好的选择。从今年3月份以来，欧洲各国对华投资增长 125%， 就比如德国汽车和化工、荷兰的光刻机、英国的发动机、法国的航空、电子等等。而随着欧洲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不断演化，后续将有更多的欧洲高端制造企业选择来中国投资。